这次来了几个新人，这几个新人呢，都是我们叫做封疆大吏吧。更值得注意呢是陈小江，他干过中央统战部，干过国家民委的主任，所以他有怎么说呢？有少数民族经验，就统治少数民族经验，然后又有统战事务经验，就给他做什么？做新疆的书记，新疆的维吾尔自治区书记。都是值得观察，将来可能会进政治局的人选。大家好，欢迎收看《震惊最前线》，无马看中国，我是主持人张宏林。再次感谢收看我们的节目。最近大家可能很关注，除了国际这个美国、以色列跟伊朗的这个战事以外，当然另外一个大家除了在关注中国对于这些事情的一些看法以外，事实上中国内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正在发生，就是中国的15.5的这个相关的会议哦。但是大家都知道，通常这个他们党领导正的状况之下，这些大概很多人都说就是一个所谓的过水，甚至有人会谈到是花瓶。那至于政协的部分，他用推荐的方式，甚至连间接的选举都没有，这种代表性来讲，甚至可能更为有限。但不管怎样，他还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所谓的表象的这些所谓宪政架构底下，还是做有对于立法、对于一些相关的这些所谓的任免的部分的一个重要的角色。这是我觉得我们在今天可以大家好好来观察中国最新两会的状况呢。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可以透过这个中国最新的两会的会议可以让我们掌握一下中国现在最新的对于未来发展的一些资讯内容来做一些讨论。那我们很高兴再次邀请到台大政治系的名誉教授明居正老师好来帮我们谈论一下。明老师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是老师，我想中国的人大跟政协，这个当然是我们在做中国研究里面非常重要的哪怕有人说他们是橡皮图章或者是花瓶，但他还是在程序意义上，在讨论的这些内容的部分，我觉得还是有许多值得我们来做一些仔细观察。那当然，我们看到这次的两会老师大概粗略的部分来讲，是不是可以帮大家可以来说明一下这次两会您的观察？对，没有错，对，他们的确是橡皮图章或者政治花瓶哈。那既然是橡皮图章或政治花瓶，为什么我们还要研究它呢？因为中共总要假装它是民主政治嘛。那假装是民主政治，你就要假装对人民负责。那怎么假装对人民负责呢？他每年呢，这个时候3月初的时候就开一个人大政协两会，然后在这边做呢政府工作报告。就至少装模作样的把去年1年呢我们干了什么事儿，然后明年准备干什么事儿呢，跟大家讲一讲。所以，因为中国大陆政治一直是一个很不透明的一个过程，所以很多事情我们真的是不是很清楚，然后他们自己也隐藏得很厉害。那对我们来说呢，你做这个政府工作报告也好，或者你讨论一些法案也好，你透露出来的东西呢，至少我们可以回过去呢，从一些蛛丝马迹当中呢，找到一些迹象跟找到一些方向。所以对我们来说，不管怎么样呢，虽然人家觉得说枯燥无味，那我们还是得蛮仔细的去看一下。这一次政协我们就不谈了，因为政协真是橡皮图章中的橡皮图章了。政协不谈它的话，我们就重点就摆在人大上头。人大当然它的议程蛮多，因为它差不多超过1个礼拜的会，然后每天理论上有好几个议程，所以加起来议程蛮多的。但你如果仔细读下去的话呢，它真正重要这一次呢，它是2个。第一个就是政府工作报告，也就是每一年呢，这个国务院总理呢要对去年1年做个总结报告，然后对明年做个展望，他做个政府工作报告。那第二件事情呢，现在因为我们不讲逢5逢10嘛。他们不是搞5年计划吗？那今年呢是第14个5年计划，就14.5呢收官的年份，然后同时也是第15个5年计划呢开头的年份。那所以他们在第2个重要的议程就是对这15计划的草案呢做一个审查。当然，所谓审查也就是表面的，那共产党底面都定好了，那有时候就听一听，看是不是真的有什么足以让他们要回去大修的内容。一般没有呢，那就走过场就算了。
所以看完这些资料文件跟看了一些这个有关新闻报道，我顺便说一下，往年呢，因为每次开人大政协的时候，全国几千名代表过来嘛，那这边2000多名，那边2000多名，加起来就差不多5、6千人。那这5、6千人呢，然后记者当然会采访，中外记者都采访，他们其实是真的不能乱讲话的。所以有些是奉命讲话，那他讲什么可能上面都规定好，但是难免有一些有点大嘴巴，他会讲一些就是上面没有核可的话，但是上面看了之后，只要觉得说虽然我没有核可，然后事先没有打过招呼，但你的话也没有出格，那我就算了。所以每年呢，我们都会蛮注意的，尤其是港澳台的记者，因为语言相通，所以一问呢就问到。无论问到点上，然后那个刚好想讲的话，你会听到一些东西。当然也有，我们也知道，就是有记者问过很尖锐的问题，也有这个代表呢谈过这个做过很尖锐的回答，那最后呢被警告，然后被删掉的，我们也知道有这种情况。不过一般来说，这种情况还是不太多见。不管怎么说呢，就是当这新闻出来以后，然后这代表他这个有的时候被采访讲话之后呢，多少会透露一些东西出来。今年呢还比过去少，因为今年这个坦白说，他们言论尺度呢越封越紧，然后也不让过去，比如说他有那个国际记者会，那就取消掉了，然后有让这些代表出来似有若无的接受个采访，那今年呢也都禁止了。所以比过去管的严得多，那我们知道的就比过去少。不过不管怎么样了，我们把这些资讯看完之后呢，这是我大概抓了5个重点。第一个就是他们要在积极的扩大内需，这第一个。第二就是你刚刚讲的15的规划，他在怎么规划法。第三个呢，他们讲的比较隐晦，但我们读懂了。地方政府债务非常严重，就是他想办法处理。然后第4个呢是外交问题跟国防问题也很严重。那他们讲的很少，但是呢，我们有些资料补充。最后是他们基本上没有讲，但是我们解读出来的，就现在人事的变动跟政治权力的这些变化啊，什么等等。所以大概这个几方面呢是我觉得比较突出的题目。是老师刚刚也帮大家抓刀，可以知道整个中国的这个两会哦，大概有很多的一些重点的部分，刚好可以让大家可以追一下。的确呢是为难，因为共产国家威权的体制，很多的资讯不公开，难得他有一个就算是演戏，你好歹看到他的剧本哦，看他到底说了哪些的话。只是他们原本说，他们前面的这个14.5的计划说来说是一个成果丰硕非常好的部分哦，可是在15.5的部分看起来又相对把他们这些所谓 GDP 的部分下修到4.5到5，显然是保守哦。官方通常会偷调数字，在这种对外还调保守，显然事情就大条了。所以老师显然这跟他们这个以为说的宣传跟实务上的样态所呈现的部分还是有点落差，您怎么看呢？就像你刚刚说的，他们会偷调数字哈，那我们已经看了很多年了。我记得最夸张就是差不多7、8年前，我忘了准确时间，7、8年前，甚至再近一点点。有一年也是就是开两会，然后那个他不是每年都公布 GDP 数字吗？那他要把去年的这个成长做个整理报告，然后把那个明年的这个做个预期什么的。预期我们就不说，我们说你实际达成的部分。好，像我现在乱讲哈。假设实际达成的部分呢就国家发布说实际达成呢，去年成的是10.01，很高了啊，很好了，好。就发现很有趣，全中国呢最低的省份都不止10.01，是，然后很多省那远远超过了，这就是你要平均10.01的话，就是你去年达成的，就全中国这个达成的这平均的成长率是10.01哈，必须有些高有些低嘛，有些12到13，有的8、9、7、8，除起来平均起来才是10.01，统计局长说，人人都比10.01要高。换句话说，中间水分太大了，就各省包含数字太大了。中央核实之后，把那水分挤掉之后呢，发现其实这个远远不到那个数字。我们比如说，连中央给的数字都是掺水的，真是这样的。
所以你刚刚讲是下修4.5到5呢，它给我们很明确的讯号。我们刚刚不是讲了14.5吗？14.5做得很好啊，那你为什么明年会下修呢？不可能嘛，表示做得不好嘛。那也就是说他自己也等于把他那个谎话拆穿了。但是我们其实做节目这几年呢，我们已经一开头就讲过，我们说中国大陆经济一定往下走，我们讲了一些理由。那最后我们看了几个重要理由，一个是打贸易，跟美国打关税战、打贸易战；第二是国进民退；第三是收香港；然后第四是这个你搞那个清零风控，就武汉肺炎的时候搞清零风控。我们说这4件事情，你做任何一件事情都会让经济下滑。你4件同时做呢，经济你滑得非常厉害。所以我们说4.5呢，恐怕都没有。但他这样说了，你就这样信吧。不过不管怎么样，当他这样讲的时候，代表说经济其实比较差，甚至经济相当差，这第一点。所以经济差你要怎么办呢？中国大陆我们过去讲过，出口、投资、消费，它很大比例是靠这个出口去赚钱，然后这个拉动国家财政。那现在大家都知道，这因为贸易战啦，然后因为全球经济不景气啦，等各种原因，所以你出口现在被打得很惨。虽然他说啊，去年到达什么1点多万亿啊，然后到等等，对我们一直跟大家讲，我们说很难继续，然后很难重复。为什么？有些是抢订单的，有的是因为赶在这个美国要这个封锁什么之前呢，你有几个月那个我们叫做缓冲期，他在缓冲期之内赶快抢买东西，所以这样的话那个贸易额就上来了。那或者说你趁着哪份什么时候你赶快出货把它出掉，然后看起来数字上来了。但这边长期没办法长期维持，它可能是昙花一现而已。所以他们自己很清楚，也就是说出口呢完全没法拉动经济，那怎么办呢？扩大内需。那扩大内需呢，你叫老百姓先掏钱出来，老百姓可能不太敢，所以怎么办呢？所以就是我等于给补助款或者给配合款，我这国家出个1000亿，丢在哪些地方，然后呢，或许可以刺激消费，啊，那这是他做的办法。过去我们节目讲过，他们刺激消费一个办法就是以旧换新嘛。我说你以旧换新可以了，会一定效果，但不会有决定性的效果。因为你不可能年年换电视啊，对不对？你也不可能说今年买一辆汽车，然后明年后年又买一辆汽车，或者再买房子等等，以旧换新啊，还是到一定程度，而且它那拉抬效果是有时间限度的，超过了时间限度之后你就看不到了。所以他们说我要投进1000亿，然后以旧换新等等，这个时候有趣了，他又想起民营企业来了。我们这个节目过去讲，我们说。他常常讲说啊，这个名气是自己人，讲的话人家才会怕。就比方说，你心目中有时候在想说他不是自己人，你现在才这样讲，是自己人，你根本不需要讲的，是不是这样？所以现在这个他又讲说要注重名气，那我们觉得说有问题。那你既然做的事情呢，你要有适度的，我们就说要给他水分嘛，你要给他这个一定的水分跟养分。所以养分什么呢？你要这个要有补助了，要津贴要什么？所以现在他们准备采取比较宽松的财政政策，大概现在初步说出来数字就是要丢2000亿进去。这钱说起来，坦白说还不算太多啊。这边第二点，第3点就是15-5的规划，就是刚刚讲的第15个5年计划。因为第一呢，跟美国的这个贸易战呢，慢慢发现说。打到这个科技是很关键的部分，所以会打科技战。那么也就是科技的自立自强，他们认为对中国大陆经济发展呢是绝对必要的。所以在产业发展政策上面，他就特别又强调什么新质生产力啦、科技自立啦、什么等等自力更生啊，这些话又跑出来了。那么也就是说，过去几年这个强力推动电动车，那还会再推，电池还会再推，然后太阳能板还会推。但这次呢，讲了几个比较算是新点的东西。第一个机体电路，就我们说的 IC， 或者半导体产业；第二是航空航太科技；第三是低空经济；第四是6G， 就手机呢再往上一层。坦白说，这个东西，共产党这样哈，他很习惯花老百姓的钱，很习惯丢钱下去，钱会不会产生他所预期效果？那倒未必。那未必，所以这些是我们看到的。最后就是地方债务的问题，这个话我们讲了好几年了。
现在他们为了推动地方化债呢，又丢钱出来。怎么划呢？其实不是真的划掉，因为地方上不管是城投债或隐形债务什么等等呢，或地方出的债券呢，你总是有一个这个归还期。所以现在他说我们要搞置换，什么置换呢？把期限比较短的、利率比较高的地方政府的债券呢，让地方政府发一些期限比较长的但利率比较低的来替换它。譬如说原来是10万块，然后这个譬如说我随便乱讲了，比如说这个利息是1%啊什么的，那现在变成说20年呢，那现在变成说30年了，然后这个0.5%啦什么等等，也就期限拉长，但利率降低，然后用这个呢来替换期限比较短的跟利率比较高的。我得提醒各位啊。换是换了哈，它叫做化债了，没有化掉，因为债务还在的，你只是推迟了，然后说将来再付，然后付少一点点，但是债务是还在的。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就是大概这几个方面呢是比较突出的。老实说，我们不认为它有最后绝对的效果。主要原因就是这根本是一个经济体制跟经济政策的问题。因为你有这种体制，你就只能推出这种政策，你就没有办法这个超过这种叫做控制经济或者指定经济范围。我们觉得这个才是真的最大的问题。是哦，中共的经济问题的确会联动的影响到他们现在在民生上或者内部的许多的问题哦。当然不只是所谓的内部的问题，事实上中国经济的疲软一定也影响到它在外交上跟国防上相关的一些影响。老师刚刚也提到了其中一个观察的重点哦，所以大家就很好奇说，如果照这样的部分来讲，中共在这些外交国防的部分，在尤其面临到现在这么大的挑战的状况之下，他们到底在这个两会里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些讨论？当然有讨论了，就像我们过去节目上经常讲的，我们认为他的外交上现在碰到很大的困难。当然跟他的战狼外交跟他的这些军事的姿态呢有很密切的关系。他们一向是这样哈，在人大政协两会里面呢，外交跟港澳台的这个报告部分通常比重比较轻，通常讲国内的这个经济社会的状况财政状况，这个讲的比较多，这个我们可以理解。所以这次也是一样，你要看他的那个政府工作报告呢，它里面讲外交部分，也就寥寥数行而已，其实没有什么，而且大部分是掩恶扬善。但是呢，还有一个补充的地方，就是外交部长王毅呢，他会在场边呢做一个报告，然后记者呢会把那个全文摘出来，然后或者会采访等等。你从那地方可以读到比较更多的、更准确的所谓外交的部分或外部的部分。那你如果说读王毅的这个记者会的这些文字稿，你会发现一件，他特别强调这几年呢外部的变动巨大，这毫无疑问嘛，前面有战争，然后后面有川普的贸易战等等这些，当然是这个变动巨大。所以他特别提到了地缘政治激荡啊，提到几场战争啊，提到贸易战等等，这些呢，他们说，我们这样讲吧，还是他可以说的，还有一些不可以说的。什么叫不可以说呢？美中对抗，这个不能说。然后再来就是这个外交孤立不能说，因为他们的确像碰到的情况，美中的这个对抗呢，这个大家现在心里都有数了。但中共一直在讲说合则两利，分则两害，也就是他其实承认说，其实我现在蛮需要你的啊，现在你不能离开我，你要离开我，我麻烦很大，所以我不希望你离开，但我又不能这样讲，所以在这个政府工作报告里面就是寥寥几行，然后讲一些表面的冠冕堂皇话，就这个过去了。但是王毅的话呢，却给了你比较大的一个诠释空间。所以你把这些加起来呢，你得到结论就是，其实别的不要说，单是就川普访华这件事情来说呢，中共是非常希望看见川普访华的。我们过去讲过，川普第二任回来之后呢，至少7、8个月时间呢，中共想要接近川普呢，但是不得其门而入，对我们讲过。那现在就是好一点点呢，但是还是不够。
所以对他们来说呢，他们坦白说比较注重人跟人的面对面的这个交往跟会谈，所以他们现在好不容易在第二任呢找到机会说让川普出来，他一般来说大概不会放弃这机会。然后以整体外交来说，对就川普来说呢，他当然希望说你来访问，但是整体来说呢，他希望看到什么呢？我希望看到国际局势稳定下来，因为对他来说，否则冲击太大。不过我没有看到矛盾地方，你又希望国际社会稳定下来，但是你自己又在制造矛盾，在什么地方呢？在国防支出上面。国防支出的增长率呢？去年当然比较高一点，到7.2，今年大家不要小看，它到7.0。那你想想看，你说刚才我们讲说经济发展的那个成长率，它4.5到5.0，这个军费成长率是7.0，7.0，所以比起4.5跟比起5高了多少呢？40%到50%，40%到50%，这是非常大的数字。所以换句话说，在经济发展不是这么顺利情况下，他们的国防支出呢没有什么减少，还在这个很高比例的投入。换句话说，他真的是想准备打仗，打不打得动，打不打得了那不一定，但他真想准备打仗，那倒是货真价实的。那最后就是国际背景了，这个国际背景呢，大家这样说吧。美国最近不管是动了这个委内瑞拉也好，动伊朗也好，或者说准备动古巴也好，然后叙利亚自己变天了，然后美国又把巴拿马那运河的问题解决了，所有这东西呢，在中共看起来呢，都是你在外交上对我的打压跟封杀。那包括你跟日本关系的发展，跟台湾关系发展呢，都是对我外交打压。更不要说你对我打关税战、什么科技战、晶片战等等，那更是不得了。所以对中国来说呢，其实外交上面，尤其是外在的压力，来自美国压力呢，其实是特别重、特别险恶。那这点呢，大家确认的，只是不太好公开说罢了，就是这样的。这个当然也我想可以让大家知道，在这一次的人大会议有几个重要的一个面向。当然还有一个部分大家也在关心老师所看到他们现在内部人事的这些变动所以大家很好奇在这种状况之下，到底他们针对这件事，老师刚刚也提到了，在其中有一个部分是大家也去看看他在整个有关人事稳定上面的相关的一些评论等等。那老师怎么看呢？这点我看，我们可以从几点来看。第一个就是你刚刚讲说那个人数的问题他们这次总代表是2800多人，那实到是2700多人，差距是113人。这个在文化大革命之后呢，比较少见的那种情况，因为文革之后那个大清洗那另当别论了。习近平上台之后呢，这事情还是几乎是第一次发生，所以可以看到这几年来那个清洗的惨烈。这第一个部分。第二部分我们看得更清楚，就是共军代表团。共军代表团按照官方发布数字呢是281人，就总人数就280人与会，就真正到会呢240几个人。换句话说，缺席呢在30几，将近40个人，这个很惊人的数字了。好，那么下一个更惊人。理论上中共呢现在应该有19名上将，真正到场只有6位。13位呢现在没有到场或者生病缺席了，或者年纪大了，或者说出了纰漏等等。大家想想看，19名共军上将到场不到1/3，你觉得大家看完之后什么感想？你更不要说我们过去这段时间提到这些具体的案例跟人名字。但有一点比较奇怪，就是我们认为已经遭到调查，然后迟早得下台的，一个是这个张又侠，军委副主席，另外叫刘振立，总参或参谋总长，这两个人名字还在代表团的名单上面，有点奇怪。因为照理说到这一步呢，应该差不多该清洗掉了。我们认为就是可能案子还没调查完呢，可能还在继续调查，所以暂时留到。但是真正引人瞩目的是习近平在那边做了讲话。他特别跑到这个解放军跟武警的这个代表团来讲话，他讲了几个重点。第一就是要坚守捍卫主席负责制，军委主席负责制，
换句话说，因为有人挑战了，那时候我们不是讲吗？张又侠的那个罪名底下就是有挑战这个军委主义负责制嘛，这第一个。习近平讲的第二点叫党指挥枪，看起来是叫共产党指挥解放军，说白了就是你们职业军人还是得听我的，因为我就是党，所以还听我习近平的。第三个呢叫绝对忠诚，就是不能有二心啦，不能什么等等。这3件事情加在一起就是一件事情嘛，对不对？其实讲就一件事情，他只是分3句话讲。然后反腐当然他也不断强调说不能有死角。讲到反腐呢还是这样，他讲说不能有死角啦，然后零容忍啦等等。但是我们看到火箭军啦、国防工业啦的高层很多被整了，这些你说完全贪腐吗？我看不见得，对不对？也就是他对军队的这个信任度呢是大幅下降的。不过这次除了军人之外呢，文人部分我倒有一个观察，这次来了几个新人，这几个新人呢都是我们叫做封疆大吏吧啊，我点一下名哈，第一个叫做王伟忠，他是新任的内蒙古的书记；第二位叫许昆林，他是辽宁省的书记；第三位叫陈小江，是新疆的书记；第四位叫做包刚，是内蒙古的政府的主席，就是政府的那一块。然后最后呢，这个韦涛是广西这个壮族自治区的政府的主席。那么也就是有3个书记，然后2个主席。那为什么我提这些人呢？第一就是这些呢都是新上来的封疆大吏。第二呢，这些大部分除了辽宁之外呢，大部分呢都是边缘地区。中共有个传统哈，这些地方这些大员在升迁啊什么等等的时候，我要培养你呢，我有一个特色，我先把你摆在富裕的省份，看你做的怎么样；再摆一个穷的省份，看你做的怎么样；或者先摆个穷的省份，再摆个富裕的省份。当初李克强什么都是这样走过来的，赵乐际也这样走过来的。那换句话说，你经过了2个一穷一富省的考验之后，才能证明说你比较行。那这些人呢，大体上你看王伟忠。原来是广东省长，然后现在来干内蒙书记，广东经济比内蒙好的。然后许昆林呢，原来是江苏省长，现在干辽宁。更值得注意呢是陈小江，他干过中央统战部，干过国家民委的主任，所以他有怎么说呢？有少数民族经验，就统治少数民族经验，然后又有统战事务经验，就给他做什么？做新疆的书记，新疆这维吾尔自治区书记。这个当然就是一方面证实了这个马兴瑞的这个纰漏，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这5个人呢都是值得观察，将来可能会进政治局的人选，尤其是前面3位内蒙、辽宁跟这个新疆。当然你要我来挑的话，我认为新疆书记呢进这个政治局几率会更大一些。所以这些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情况。当然就是因为他们开了1个多礼拜的会，严格说起来能谈事情其实不迟，但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事情呢，大家不外乎是这些。然后你说15有谈到台湾问题呢，那个将来有机会我们再另外再谈就是了。是，我想谢谢明老师哦，很清楚的针对中国很重要的这个2会的会议哦，其中所谈论人大所谈论这些内容，明老师用一个很快的时间，但是又很详实的内容，把几个重点部分跟大家理清了。我相信如果你刚好想要做这些相关的研究，看这一集准没错，可以针对这些内容有一些初步的一些了解。当然我必须说啦，除了了解这个会以外，很重要的部分你必须要了解它的结构。为什么我们这么说？是正常既然党领导政，他们最终重要的是像3中全会，事实上是对15的重要的决策机构。接下来叫人大是一个过水，是行政象征性的，接着当然就会丢到国务院，由国务院来执行。所以在这过程当中，回头去看到源头是如何，这是老师刚刚提到的，你要去看这里面谁有特别把它扶上位，就代表他未来会再往
往上去做更重要的这个首脑的这些相关的一些决策圈。这就是我想在这两会里面你要去看一些门道，要透过明老师的带领，你就会清楚了。这是我想我们这期节目当中针对中国目前的这些政治上的一些发展，让大家知道。再次谢谢明老师，谢谢主持人，大家的收看，谢谢大家。喜欢这期节目，同样欢迎帮我们转传、按赞、分享给更多的好朋友。如果有任何想知道、询问的部分，您都可以留言或者有任何评论，我想我们努力来汇整一下不管请明老师或制作单位可以来回复你。再次感谢。